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肖戰6年為塌房，他的真誠是演的還是本性？娛樂圈從來不缺人設翻車的劇本，前腳還在鏡頭前立好丈夫人設，後腳就被爆出深夜約會，上一秒還是耿直學霸，下一秒就被扒出論文抄襲。這些年，吃瓜群眾看過的塌房案例比追過的劇還多，以至於現在提到人設這個詞，大家的第一反應就是早晚要崩。但肖戰是個例外，從狼殿下時期給劇組朋友做飯，到得閒緊致殺青，自費請全組吃麥當勞；從在片場給前輩讓位置，到直播時對着雞胸肉滿臉嫌棄，卻還是硬着頭皮吃完。6年了，他身上的標籤一直沒變。溫暖、真誠、沒架子。有人問，這到底是演出來的，還是骨子裡帶的？人設和本性有時候只隔着一層窗戶紙。心理學裡有個概念叫認知失調，是費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來的。簡單說，當一個人的行為和他內心真實的想法不一致時，就會產生一種不舒服的緊張感。為了緩解這種緊張，人要麼改變行為，要麼改變認知。普通人撒個謊都會心虛，更別說長期維持一套與自己本性相悖的行為模式了。但頂級藝人不一樣，他們受過專業的表情管理訓練，習慣了鏡頭下的每一幀都被放大檢視，久而久之，有些行為就變成了肌肉記憶。問題是，這種習慣化表演能撐多久？1天2天可以，1個月2個月也能咬牙扛，但6年，要裝的成本太高了。肖戰早年素人時期的網絡發言被扒出來過，那時候他還沒進圈，說話帶着重慶男孩的直率，偶爾還有點中二。後來成名了，面對鏡頭的他依然是那個說話會緊張，被前輩誇了會不好意思低頭的狀態，沒有那種我終於紅了的膨脹感，反而多了幾分小心翼翼的克制。這種前後的一致性，不像演的，更像是他本來就是這樣的人，只是隨着閱歷增長，把原本外放的稜角磨圓了一些。真正能證明真誠的，不是一個人說了什麼，而是不同人、不同時期、不同場合下給出的評價是不是同一句話。王佳怡在播客裡聊起狼殿下那會兒，說肖戰收工後總往廚房鑽，給大家做椒麻雞，紅油汪汪的，麻辣鮮香，端上桌就搶光了。那時候大家都不算紅，日子過得緊巴巴的，但肖戰一到，廚房就熱鬧起來。王佳怡說，那頓飯成了他來北京後最暖的記憶。梁家輝跟肖戰合作標人，路演4天輾轉2個城市。合影的時候，梁家輝正準備蹲到前排，肖戰伸手攔住了他，自己主動蹲了下去，把更舒服的位置讓給前輩。梁家輝後來在採訪裡說，肖戰是一個你接觸的越多，就會越喜歡的年輕人，溫文有禮，正直努力，一個入行幾10年的影帝。見過太多流量起起落落，能對後輩給出這樣的評價，分量不輕。《藏海傳》的導演曹逸文也透露過一個細節，拍戲期間，他跟肖戰每天討論劇本到半夜，點了一堆外賣，肖戰一口不吃，所有東西全被導演一個人吃掉。結果導演從開機到殺青胖了30斤，肖戰越來越瘦。這不是什麼大事，但恰恰是這種沒人會注意到的細枝末節，才最見一個人的底色。還有更早的，2019年那會兒，肖戰還在拍《陳情令》，劇組有人拍到過他收工後在廚房裡忙活，刀工熟練，熱得滿頭大汗。同組的嘉賓搶着吃他做的雞腿，等他自己想盛飯的時候，雞腿已經一塊都沒剩了。他也沒生氣，聽大家說喜歡他的菜，還挺高興的笑了。這些故事來自不同的人，發生在不同的年份，
從狼殿下到十日終焉，從合作演員到導演到場務群演，所有人給出的評價都指向同一個方向：這個人是真的對身邊人好。如果這是刻意偽裝，那他的演技未免太好，好到能騙過所有人。且6年沒出過一次紕漏。娛樂圈的翻車往往源於細節矛盾。一個人再會演，也難免有鬆懈的時候。但到目前為止，肖戰身上還沒出現過那種私下裡其實很傲慢的反轉證據。當然，也不是沒有過爭議。2020年的227事件是肖戰出道以來最大的一次輿論危機。部分粉絲的過激行為引發了全網抵制，他的商務代言和演藝事業一度陷入停滯。而他本人在事件發生後保持了長時間的沉默。有人把這解讀為真誠，他不想在情緒最激烈的時候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，選擇等輿論冷靜下來再溝通。也有人說，這就是風險最小的策略，沉默比發聲更安全。1年後，他發了一篇長文，為自己此前的失聲鄭重道歉，同時明確表示不認同管理粉絲的說法。他寫道：從我沒有表達出態度的那一刻開始，我就已經錯過了和大家理性溝通的窗口，從一開始我就錯了。這段話沒有推卸責任，沒有把鍋甩給粉絲，也沒有用公關話術把自己摘乾淨。他承認自己犯了錯，也承認自己當時怕被過度解讀，所以沒敢發聲。這種坦誠在娛樂圈裡確實不多見，但也有人覺得這份道歉來得太晚了。如果當時就站出來，事情或許不會發展到那個地步。爭議本身沒有標準答案，但有一點可以確定，一個會為失聲道歉的人，至少比那些出了事就裝死，或者把責任全推給個別不理性粉絲的人，要真誠得多。真誠這件事，在娛樂圈到底值不值得？從收益端看，好處是顯而易見的。長期積累的真誠形象，會降低粉絲和品牌的信任成本。肖戰的粉絲群體跨年齡層，粘性極高，品牌方願意跟他長期合作，因為知道他不會突然塌房。行業內的人也更願意跟他二搭。鄭曉龍導演跟肖戰合作過《夢中的那片海》，後來又在《藏海傳》裡再合作。老爺子公開說想跟肖戰繼續合作，這在圈裡算很高的評價了。同時，真誠形象還能在負面事件發生時提供緩衝。當一個人被普遍認為是好人的時候，公眾天然會給他更多解釋的機會，而不是第一時間就認定他有罪。但從負擔端看，代價也不小。高期待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。一個平時被誇完美的人，一旦被拍到表情管理失當，或者在某次採訪中說了一句不夠得體的話，就會被放大成人設崩塌。這種道德審判的標準，比普通藝人要嚴苛得多。還有自由的代價。一個老好人形象，意味着你的時刻壓抑自己的真實情緒，累了不能黑臉，煩了不能抱怨，被冒犯了也得笑着說沒關係。這種長期的心理消耗，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。肖戰的做法是選擇性真誠，公開場合保持謙遜和禮貌，私下裡也有放鬆的時刻。他會在直播時吐槽雞胸肉難吃，會說自己蘋果的苦我是吃過的。會當着鏡頭的面露出對漢堡的渴望，然後強行忍住。這種嘴上嫌棄，身體誠實的反差，反而讓人覺得真實。一個重慶人，從小吃辣長大的，為了角色能連續2個月吃清水寡淡的減脂餐。有餐廳的後廚爆料，說一張外賣單連着下了2個月，每天都一樣，少油沒鹽，連主食都幾乎不要。廚師都不敢插手，老闆親自盯着做。後來才知道那是肖戰，他直播的時候做健康餐，面前擺着藜麥、雞胸肉、芒果、芝麻葉，
一邊擺盤一邊吐槽，看着也太清淡了，雞胸肉只能硬吃。他喜歡吃火鍋，也知道火鍋不健康，所以很少吃。收工後別人約夜宵，他搖搖頭，回房間吃自己準備的蘋果。他不是沒有慾望，只是選擇跟慾望對抗。這種自律不是為了給別人看，而是他對自己有要求。他曾在採訪裡說，自己處於一個很驚慌、手足無措的環節，拍完戲還得工作，沒有休息的時間。他特想再拿出一個人物角色，讓觀眾提到自己不限於某部劇。一個頂流紅得發紫的時候，想的不是享受，而是怎麼突破自己。這本身就很難得。真誠作為一種品質，當然可以被模仿。一個人可以學肖戰說話的語氣，學他在鏡頭前的謙遜，甚至學他請全組吃漢堡炸雞。但能不能堅持6年？能不能在被全網抵制的時候，依然選擇不推卸責任？能不能在所有人都誇你的時候，還保持那種我做得還不夠好的緊迫感？這些不是靠模仿就能做到的。它需要內在價值與外在行為的高度統一，需要一個人真正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，而不是在演一個好人。肖戰或許就是這種非典型的特例。他的真誠不是公關團隊策劃出來的，而是從他自己的成長經歷裡長出來的。他吃過苦，知道被人照顧是什麼感覺，所以也願意去照顧別人。他經歷過低谷，知道機會來之不易，所以對每一個角色都全力以赴。這頓飯他做了6年，以後大概還會繼續做下去。所以你覺得娛樂圈裡到底有沒有裝不出來的品質？肖戰是特例，還是說真誠本身就是一種可以被長期驗證的人設？